我爹是太子，我娘只是一个卖豆腐的。我爹流亡在外，受伤失忆后才白便宜了我娘。好消息，我爹恢复记忆了，被接回宫里享福。坏消息是，我爹忘记我娘了，甚至笃定地说，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卖豆腐的女人？那天，我娘穿着最朴素的花布衣，从市井穿过。我爹坐在高头大马上，突然闪了眼。呵，这女子手段了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娘，爹都跑了，你咋还有心思做豆腐？我娘掀开眼皮看了我一眼，继续磨豆子。细绵的豆浆水从石磨缓缓淌下。我娘才开口，我不做豆腐，卖豆腐，你吃什么？村里人都说我娘跑了相公，铁定要悲伤多日。其实我娘没有，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跑了就跑了呗。我忍不住多问了几回。我娘停下手中的活计问我，商商，我不缺相公，你问这么勤，是缺爹了。你缺爹的话，要不娘给你买一个？我差点被一口水呛死，咳着咳着，泪花都咳出来。其实我爹失忆前也蛮好的，待人温和，模样俊俏，不像隔壁大宽他爹一样，在外头喝花酒，成天不着家。我爹眼里只有我娘，闲暇时教我功课，不论我功课做错几回，他都未曾粗声过一回。可那天，一群穿着官服的人闯进我家后，我爹就变了，眼神的冷峻是我未曾见过的。他回宫后，从未派人接我们。听说我爹是金尊玉贵的太子殿下，听说我爹恢复了记忆，还听说我爹早定下太子妃，是当朝丞相的千金，知书达理，容貌出众。他忘了我娘，只让人传话出来，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卖豆腐的女人？夕阳西下，我依偎在娘身旁。娘，我们真的不去找爹了吗？娘一颗一颗把干瘪的豆子从簸箕里挑出来。她想回来时，自然会回来。果然被我娘说中了。3个月后，我爹回来，在镇上骑着高头大马，周围的人群跪了一地。那时，我娘刚才从市井穿过。我爹的随从指着我娘的身影说，殿下，她就是您在外面的。他似乎在斟酌用词。我爹看了一眼我娘的身影，眼眸闪动了一下。婀娜多姿，明艳动人。呵，这女子手段了得。蹲在人群中的我震惊了一下。我爹恢复记忆后，脑子是不是也不大好使？我娘那天身上穿着最朴素的花布衣，手上还挎着一只丑丑的买菜篮子。但我爹硬跟随从说，想必失忆时是此女子勾的我，我一时把持不住，误入歧途。随从把头埋得像鹌鹑，一句话不敢多说。不知为何，我爹旁边还站着一个大官，看着我娘陷入沉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大官是当朝丞相大人。我爹拉着缰绳，转头就要走。我站了起来，爹，你不认得商商了吗？我爹仅是看了我一眼，眼底平静得像东巷口的井水。他的随从呵斥我，黄口小儿莫要胡说，一边把我往外推开。我爹抿着唇，不说话，转头就踏马而去。我望着他俊挺的背影，心里头发酸。我爹大概是忘了，前2年花灯节，我还小时，我爹怕我被人踩踏，把我驮在他宽阔的肩膀上，还一手紧紧牵着我娘。他目若朗星地跟我娘说，你们母女俩就是我此生之心愿。这才几个月就变了。突然，我觉得我没爹了。晚饭时，我偷偷看我娘脸色，我娘怎么就能这么平静呢？我爹待我娘也不错的呀，每天天不亮就光着膀子帮我娘磨豆子。我娘醒时，桌上必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。有时我娘起晚了，还会对我爹发脾气，都赖你，一宿折腾不睡。我爹却笑脸盈盈，随我娘打骂。寒冬时，我爹怕我娘冷着，都要亲自烧了热水给我娘洗脚。我娘会难得舒服地眯着眼睛，像大宽家的那只大猫。我爹这时候总会忍不住想我娘的脸。他们以为我看书呢，其实我都看见了。我娘拍拍我的头，7岁孩童，多吃饭，少发呆。我乖乖听话。我心里也有小算盘，我爹可算是没了，就当他死了吧。但是我不能没有娘，我要对我娘好一点，不然我娘万一改嫁了，又万一生了其他什么小娃娃，
再万一没我好日子过可咋办哦？我现在可是学堂里零嘴最多的小孩。可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遭遇晴天霹雳的大事儿。晚间我在东厢房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爬起身准备跟娘睡一个被窝，却在门口发现我娘屋子里有人。我娘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，跟我爹在时一模样。前2年不懂事，我要往里冲，我被隔壁大宽的娘拽住小手，她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对我说：“乖乖，你爹娘他们在给你生小弟弟呢，你可记住了，往后这时候都不能往里走。”我懵懵懂懂地记牢了。可现在我爹不在啊！一道雷似乎劈在我的脑门上。我娘屋里有人，又不是我爹，难道我娘要给我找后爹了？完了，爹不要，娘不疼，我幸福的日子要完裂。我偷偷躲在月亮下守着，听大宽的娘说过一嘴，这样来路不明的人就叫野男人。我等呀等，野男人终于出来。啥？竟是我爹！我就说嘛，我爹怎么可能放得下我娘？怎么会不要我们？可下一刻，我娘淡淡的说：“往后别来了，过几日我要嫁人了。”啥？我爹愣了一下，嫁给谁？给丞相做贵妾。我爹不以为意地点点头，正好我也没空来，青天剑已给我选好成婚的日子。娶谁？丞相的女儿。我娘也面无表情地点头。他俩很平静，好似在谈论豆腐要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。只有我的脑仁要炸了，一个要给丞相做妾，一个要娶丞相的女儿。我忍不住冲了出去。你们一个要嫁，一个要娶，那我呢？我娘瞥了我一眼，对我爹说：“我不想要，你要吗？”我爹摆手：“你不要我也不要。”我娘的脸顿时冷了下来，那就扔了。我爹叹气：“你这女的心真狠，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带她回宫。”我懵了。我娘从头上拔下她一直戴着的簪子，听说是我娘的娘死时留给她的。我娘依然冷着脸，用指腹摸了摸我的脸，拿着，然后又看向我爹，让他活着就行。那晚的月亮很清，风很凉。我娘转身走向里屋时，抱着双臂微缩着背。我爹对我也很冷漠，喊来暗卫。不久后来了一辆马车，马车真宽敞，我爹和我坐两端，像我俩一点都不熟。车轱辘转动，摇摇晃晃中我昏睡过去，睡梦里好暖和，像我爹从前给我盖被子一般，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可我醒来时是被工人叫醒的，身上根本没有被子，但也不冷，手指还是暖和的，脸蛋也红扑扑的。2个工人在我身后摇头说：“殿下一点都不稀罕他。”殿下说了，他就是一个麻烦精。麻烦精？可我爹从前说我娘是他的大宝贝，我是他的小宝贝来着。哎，娘要嫁人，爹要变心，这宫里的日子也挺水深火热的。我爹的新老婆叫傅明珠，生得很美，笑起来有2个深深的酒窝。可惜她很厌恶我，尤其在人多之时。而我爹的娘，就那个叫皇后的人，却笑着跟傅明珠说：“野丫头不懂事，你好好搓磨一下。”我还真有点害怕这个我要叫皇祖母的皇后，感觉像说书人口中什么蛇精变成的人，虽然嘴角弯弯，可眼底像藏了一把刀子。傅明珠弯着腰点点头，又掐了一把我的脸。皇后娘娘放心，明珠一定会好好调教她。其实不疼，但我天生皮肤容易留红印子。皇后娘娘看着我脸上的红印子，唇角微微上扬。傅明珠恶狠狠地把我拽走，拽到没人的地方，又拿冰块用帕子包着，轻轻印在我脸上。眼底意外闪过一丝愧疚：“疼吗？”我拍拍她：“不疼，你别紧张。”可一瞬间，她又突然翻脸：“你以为我关心你呢？还不是因为你脸上留着红印子，让我在外头难做人。你要是敢在太子面前乱嚼舌根，小心我毒哑你。”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是皇后身边的赵公公。太子妃给皇后娘娘御足的时辰到了。我也挺纳闷的，皇后到底是喜欢傅明珠还是不喜欢？他俩关系挺复杂的，我听工人墙角听来的。皇后和傅丞相是表兄妹，
太子妃是丞相大人通房生的孩子，其实跟皇后算姑侄关系。可是皇后明明有那么多宫人，却偏偏要傅明珠跪着给她洗脚。但傅明珠还挺喜欢娶的，也许是皇后娘娘权力太大了吧。老皇帝病恹恹的，都听她的，连我那个太子爹对着她也事事顺从，还挺窝囊的。譬如我娘嫁给丞相那日，皇后娘娘莫名生了一大通气，早让你除掉外头那个豆腐女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她现在是丞相的妾，而你娶的是丞相的女儿，这关系不丢人？皇后还砸碎了一个好贵的杯盏，划破太子爹俊俏的脸颊，他也只是笔挺的跪着，一声不吭，真是窝囊哦。晚上太子爹还偷偷喝醉哭了，大家都说他是被皇后骂哭的，只有我知道才不是这样呢，因为我偷偷看见过，他手里拽着一只奇丑无比的香囊，那是我娘绣的唯一一只香囊。我娘豆腐做的极好，杀鸡更是一绝，一招毙命，可在女工上却一窍不通。一时心血来潮，绣了一只丑香囊，太子爹视如珍宝。顾青雨，你怎么能跟别人，就算是假的也不行？所以我真不明白，我爹到底是喜欢我娘，还是不喜欢？说喜欢吧，我娘说要嫁人那晚，他一点反应没有；说不喜欢吧，他此刻哭得真丑，很心痛的模样。我娘说的对，这宫里头的人大部分脑子都有病，我爹有病，傅明珠有病，尤其是那个面目看着跟菩萨一样的皇后娘娘最有病。丞相娶小老婆，他咋那么不高兴？不高兴到让赵公公把我拽到他面前，说我左脚先迈进屋子里，礼仪不对。赵公公恶狠狠地先踢了我一脚。皇后看着我的脸问，这野丫头的脸跟那个狐妹子的脸像吗？赵公公尖锐着嗓子，然后不待皇后开口，便扇了我一巴掌。这是我从小到大挨的第一次巴掌，很疼，但我忍住了。我娘说过，但凡你哭了，对方就高兴了。我没哭，只是盯着他。我娘说过，我不能被人白打的。她更不爽了，亲自扇了我一巴掌。那个狐妹子算什么东西？我害怕极了，抓着她的手求饶，却一不小心抓到她白日被狸猫抓破的手。她反手把我甩在地，看着晦气，扔回去吧。后来很久以后，我吃到一个大瓜，原来皇后娘娘入宫前爱慕丞相，奈何家里棒打鸳鸯，要她入宫做皇后，自此分别。话头又说回我挨打的那天夜里，赵公公遭报应了，被人打瘸了腿，脸被人扇了几十巴掌，发肿发烂，人可算是废了。打他的人不是别人，是我那个太子爹。据说是因为我爹好不容易得了南疆上等的玉石，要献给皇后做寿礼，赵公公怪没眼力见的，竟失手打翻在地碎成花。具体怎么失手也没人看见，反正就是失手了。我爹孝心被毁，怒火冲天，第一次这么狠毒的惩罚下人。也许是我受了惊吓，在宫里水土不服起来，脑袋突然发热，热了2天，嘴里喊娘，热出幻觉了。我被人抱着飞檐走壁，然后躺在一个小屋子的床上，听见了我娘的声音，哪个小孩不生病，这不怪你，跟着我，他也许都活不了，但跟着你，他起码能活着，因为我要做的是要赌上我的性命。然后还听见我娘给我爹讲了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与野狗争食的狠厉女孩，从未吃过热食，喝过热水，听人讲过道理，只知道只要够狠才能生存下去。那日为了半个肉包子，她与混混争得皮开肉绽，头破血流，奄奄一息躺在泥泞地泥浆里，脸还被踩了好几下。她觉得死了也不错，慌乱之年活着也受罪。然而命不该绝，一对做豆腐的夫妻捡她回去，悉心照料。伤好后，她处处提防，她从不信天上能掉馅饼的好事，她怕夫妻2个要把她卖进窑子做婊子，甚至发现夫妻俩一直盯着她的脸时，偷了家里的银子准备出逃，却听见妻子笑眯眯说，丫头长得好，穿我的也不合身，扯点花布头，做几件花衣裳好穿。丈夫乐呵呵地说，我没想花衣裳，我想孩子大了，该上学堂了吧，你说要当亲闺女养着，我听你的。从此她有家了。直到那年，
不能生育的养母突然有了身孕，她开始警觉起来，太多有了亲生的扔了后养的事儿。养母逐渐看着她皱眉，可嘴里却说：“青雨心思细腻，会怕咱们不要她，要不生了吧？”养父沉默片刻说：“我不想你身子亏损，找个好郎中问问，不伤身子的法子才好。”他冲了进去：“爹娘，我喜欢弟弟妹妹，生一个，我要当最好的姐姐。”随着养母的肚皮像西瓜一般隆起，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。却不成想遇见畜生。年轻时的丞相是个浪荡公子，尤好人妻，偶遇豆腐铺，看上了他的养母。趁着醉意，趁着他上学堂，养父外出卖豆腐，糟蹋了养母。养父欲拼命，那个畜生就找了个由头，把养父下到狱里。那日，他被养母锁在柜子里，眼睁睁地看着当年随着皇帝微服出巡的年轻贵妃，也就是后来的皇后，递了一把刀给他的表哥：“你剖开他的肚子，我保你前程。这个怀孕的贱人，凭什么让你这么流连忘返？”后来，丞相接过那把刀，从此他的家没了。那个他天天都要趴在养母肚皮上说悄悄话的弟弟或是妹妹，血淋淋的蜷成一团丢在旁边。他的心被扎出一道永生无法愈合的大口子。养父出狱后，吊着最后一口气抓住他的腕骨说：“你若非放不下，过了18生辰必须找个好人家成亲，养一个孩子到你这般大的年龄才想报仇的事，答应我。你发誓，你若不答应，就让我和你娘永远无法投胎做人。看看他们连发毒誓都只敢拿夫妻2人发。”养父知道他倔强，迂回的想等他有了家庭孩子，享天伦之乐之时，他就能放下仇恨。青雨，你娘她希望你好好活着，可是多少个午夜梦回，那血淋淋的肉团挥之不去。青雨，这个仇我可以替你报。我娘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决，若不是我亲手认知，看着她皮肉腐烂，我永远填上不上心口那个洞。沉默片刻后，太子爹声音嘶哑：“所以你当初捡我回家，只是为了完成你养父的遗愿，找人成亲，根本不是喜欢我。”我娘笑了：“笑话，你的母亲是皇后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？”难得太子爹声音里竟带一丝委屈：“对，我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从不阻止你亲自手刃仇人。你明知道皇后只是我的养母，你也要与我对立吗？你要跟老畜生成亲，你是否想过我？”我娘直接略过太子爹前面的问题，只回答了最后一个。他用兽性欲望害人，就让他死在欲望里，因果报应。我若不是他的枕边人，凭他有那么多的暗卫，我如何进得了他的身？我爹不语。我娘轻飘飘问了一句：“你跟傅明珠成婚，是因为喜欢吗？”我爹还是不语，一副没长嘴的样子。我娘一巴掌就过去了：“脏了的男人，我更不要。”不待我爹解释，他便走了。在我爹面前，我娘可以很霸道，也许就是恃宠而骄吧。我突然有点安心，原来我爹心里还是有我娘的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又换了点儿。有人轻柔地给我擦拭，喂我水。等我醒来后，我发现我在我爹东宫的大床上躺着，陪了我大半宿的人竟是傅明珠，眼睛熬得红红的。我爬起来，敲着脚丫子问他为什么照顾我。他笑了，酒窝一闪一闪的。因为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就像一个芝麻包子，白皮黑馅，有意思。我歪着脑袋看他，我怎么黑了？敢说不是你在赵公公必经之路上抹油？他滑倒了，才失手打翻太子的寿礼。我不否认，因为我说过的呀，我可不能被人白打。我顺便纠正他，但你错了，我倒的不是油，是皂荚叶。只有皂荚叶湿漉漉时会滑，干了不会滑，不易被发现。他又嘟囔了一句：“其实你什么都不做，他那天注定会打翻太子的寿礼。”我学我娘鼻子冷哼：“你这么懂我爹？你很喜欢他是吗？”纵然我脑子聪明，但我毕竟是小孩，我实在搞不懂大人的情情爱爱。他若不喜欢我爹，为什么要嫁给我爹？他似乎看透我的疑惑。我不喜欢你爹，但我喜欢你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要装嫌弃我？他笑，在这个世上，尤其是吃人的宫里，喜欢2字容易害死人。
所以我爹和你都要装不喜欢我。他没回答。那你现在为何不装了？他轻轻喂了我一口水，因为你爹不在了，我们要抱团取暖啊。我愣了一下，我爹怎么不在了？被皇帝派去平定叛乱，巩固边疆。皇后娘娘蛊惑老皇帝下的旨意，叛军40万大军，却只给你爹5万兵马，几乎以卵击石。明白我太子爹为啥对着皇后窝囊了。原来他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可怜虫。我爹惹上了生死大麻烦后，我的麻烦也接踵而来。几日后，宫外的丞相病了，宫里的皇后也病了，头疼病发作，但她却找上我。商商公主，皇后有情。傅明珠握住我的手，别怕，我没那么胆小。这说来话长了，我娘做的鸡汤豆腐一绝，10里8乡吃了都说好。我娘每天都要杀很多只鸡，精神抖擞，手法麻利，一刀毙命，开膛剖肚。隔壁大宽见过，跟我悄声说，你娘好厉害，要是你娘去杀人，那得杀得多厉害啊。我没说话。以前我娘心情不好，就会杀鸡，杀好了就开心了。皇后指尖点着太阳穴，恶狠狠地看着我娘。没错，她把我娘抓进宫。自从丞相卧病在床那刻起，我娘几乎走不出那座府邸。皇后声音没了平日里的盛气凌人，有一股绝望和阴鸷。说吧，你这个贱人对我表哥做了什么？他那么珍惜容貌之人，怎会皮肉短短半个月内腐烂见骨，奄奄一息？还有，你怎么让他迷上你的，不管不顾，非得要纳你为妾？我娘虽然被绑着，却依然挺直脊背。你让工人出去，我就说。皇后无法，摆摆手。我娘捋了捋发丝，轻笑，因为我给她下了毒，她对我入迷，日日以为床榻上的人是我，不过是幻觉罢了。我猜过了今晚子时，她的皮肉便会烂透，无药可医，但脑子是清醒的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。皇后几乎被气昏，一阵晕眩歪在软榻上。后来我娘告诉我，皇后与丞相不仅仅是私情，也是她的底气。皇帝的恩宠宠不了一辈子，势力、人脉、娘家人的托举才是后宫妃嫔的立足根本。皇后面目狰狞，我要先凌迟处死你的贱种，再凌迟处死你。来人啊！整个寝殿突然诡异的空无下人。皇后当然知道这不对劲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傅明珠走了进来。皇后眼睛亮了一下，明珠快喊人来，这个贱人杀了你爹。她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摁住我，你拿簪子给我割烂那个贱人的脸，我看了就烦。傅明珠脸色突变，突然把我拽了起来。皇后也愣住了，松开了我。傅明珠一向是傅家最孝顺的孩子，她的神色是我从未见过的冷冽。她用簪子抵住我的脖子，问我娘，我爹他真的要死了吗？我娘点点头，眸光闪动，而且会死得很痛苦。皇后尖叫，满脸泪水，可她根本站不起来。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傅明珠突然吁了一口气，哦，那死得太好了。皇后的脸僵住，你……傅明珠簪子一丢，把我抱到椅子上坐着，一边又快速地给我娘解绑，干得好。傅明珠对着皇后讲起了一个故事。傅明珠的娘只是他爹的一个通房，只因为他娘生辰那日穿了一件桃色的衣裳，也给小小的傅明珠穿了同色小袄子。还未出阁的皇后看他娘有几分姿色，心生不爽快，跟我穿同色衣裳，你也配？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让傅明珠和他娘站到冰水里去。他爹笑着哄表妹入屋，一点都不在意那对母女，通房和通房生的女儿而已。哪怕那湖水冰冷刺骨，他娘本来就是身子虚弱，自此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而傅明珠也落下病根，大夫说她此生不易受孕。她从小在无数的白眼和冷漠中长大，他爹愿意养着她，不过是拿来当仕途中好用的棋子而已。太子那日选妃，偏偏选中她，算她有点用处。所以我爹死了，我为什么要报仇？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皇后眼底掠过一丝烦躁，疯了。她想站起来，却无力瘫软在地。我娘淡淡地问我，商商，这个老妖婆是否伤过你？她打过我一巴掌。那你知道怎么做吗？
我点点头，朝着皇后一步一步走去。皇后眼神狠厉，我是皇后，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想打我？我不想打你，我如实说，只是掏出我娘送我的那只簪子，快速在她左脸上划了一道，血痕慢慢在皇后有些惊恐的眼神中泄出来。我还是小孩，我只能做这么多了，对吗，娘？我娘笑了笑，对，你果然遗传我了，有仇必报。傅明珠惊讶地看向我们，你们娘俩果然疯批啊！我娘笑，你也挺疯的呀，老妖婆的毒不就是你下的吗？皇后愣住，他们这些人一向怕人下毒，吃的用的样样谨慎。我给日日给你洗脚，你以为是白洗的吗？给你下的药材里确实无毒，但我的指甲缝里藏了那么一点点雷公藤，合在一起就有毒啦。你洗的次数越多，就越毒啊。所以皇后身子虚了，经常头疼，太医也诊断不出什么。就算有发现点什么，也不敢说，怕担责，整个太医院互相推诿。我举起手来，我帮你了大忙。他打我那天，我手上先沾了一点夹竹桃粉。傅明珠眼底放光，雷公藤加夹竹桃，妙哉，那就不是一般的毒了。你小小年纪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摆摆手，我不知道呀。但是我看到你放在柜子底下的药粉，上次听见你说再来一点点夹竹桃就更好了。傅明珠手指轻点我的额头，鬼精灵，我好喜欢你哦。皇后脸色愈发黑，粗喘着气。我娘像想到什么，缓缓蹲下来盯着皇后的眼睛。对了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你那个畜生表哥毒发这么快，多亏了你。傅明珠看向我娘，他们……我娘点点头，背着皇帝经常私会，他的毒通过交河传给他，帮了我大忙。皇后脸如死灰。我娘从我手中拔出那只簪子，我娘留给我的，就是皇后当初用来剖开我娘肚子的短刀，我舍不得丢，打磨成簪子，日日戴在头上缅怀。皇后全身发抖，傅姑娘，麻烦捂住伤伤的眼睛。我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见了。嘘，安静一点，很快就好。我似乎听到我娘杀鸡时的声音。傅明珠在我耳边说，你娘果然好疯，我好喜欢她。皇后死了，外头传被叛军剖开肚子，死状很惨，而叛军不知道怎么的，竟被太子5万兵马制服了，但谁也不会去传。叛军是我太子爹带回来的，他蛰伏了那么久，就等着这次机会。皇宫的守卫早被我那太子爹撤了，不然才轮不到我们3个女的在这里唱戏。那日我爹穿过层层铠甲护卫队，来到我们面前，放下剑，走向我娘。我娘浑身是血，如鬼魅一般，血色艳绝。这是我娘第一次用刀杀人，她的手一直在颤抖。我那太子爹穿着雪白的铠甲，一点都不在意我娘的血污，把我娘搂进怀里，握住我娘颤抖的手，用他这辈子最温柔的嗓音哄我娘。好了，不怕，杀完就好，杀完就舒服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娘哭，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像宣泄积压很久很久的委屈。不舒服，赵林熙，我只要我爹娘回来。他们说过，冬天到了，要给我做冰糖葫芦吃，我要吃冰糖葫芦。后来没几天，老皇帝就薨了，一波又一波的大臣来催促太子爹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太子该登基守社稷了。可是大公公都来传，我那太子爹没空，那位爷忙着做冰糖葫芦呢。大臣跺脚，沉迷女色，要亡了。不得已，我爹把我推了出去。你去登基，商当女皇帝要不要？爹跟你娘只陪你5年。太子爹虽然不登基，但私下皇帝该干的活他一点都没少做。我们私下到街上逛花灯，大家都夸女娃娃皇帝好啊，是个福星。老百姓说大眼朝终于恢复生机了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不怕冬天冻死，也不怕夏天热死庄稼没吃的，这日子好咧。我知道这里有我爹的功劳。那天分别的日子终将来到，爹娘不能在皇宫陪你了，爹要陪你娘去过他喜欢过的日子。分别那日，我娘把我搂进怀里，如果你不想做皇帝了，就不做，
你来找娘。我爹跟着点头，然后换你爹去做。我爹瞬间垮下脸来，顾青雨，你这话像话吗？送别爹娘，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雪里。我转头，看见城墙上傅明珠落寞的身影。我拍拍他，又说了那句话，你喜欢我爹。这次是肯定语气。傅明珠拍开我的手，我喜欢他是我的事，他喜不喜欢我是他的事。多年后我才明白我的爹筹谋，一个对他有意、骨子里良善又不能生育的女子放在我身边，对我有益无害，但对那个女子终究是负了她。他对她只有怜悯，无情爱，也从未碰过她。我爹也许负了许多人，但他从未负过我娘，因为他没脏，我娘又捡回去要他了。傅明珠对我笑起来，我现在都是太后了，我要男人做什么？商商，这至高无上的荣耀和责任才是我们该守护的。我没回答他，他眼珠子一转，笑着捏我的脸颊。鬼机灵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个竹马说要考取功名，要做你最优秀的皇夫。你才几岁，就想情爱这玩意，我不准，我可是你母后。好多年后，大宽经历了重重考验才走到我身边，他对我就像我爹对我娘一般。赵林熙番外，皇家从来就不是讲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地方，只有弱肉强食和杀戮。20年来，他如履薄冰，倒在雪地那刻，他以为他就此结束。也好，这种冷情冷血的日子，他也过够了。但顾青雨救了他，他长相清冷，话不多，却语出惊人，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药汤，逼他喝下。这么多天了，快好了吗？你那个能用吗？什么？他的眼神往下瞥，他一口药差点喷出来。他看着他没回答，默默去喂鸡，一边扔苞米粒，一边叹气，白救了，竟然不行。他一口老血要喷出来，他哪里不行？后来他伤好了，想走，却莫名有点舍不得，尤其听说他又要去雪地里捡男人，那一刻他非常生气，也不知道在生气什么，就是很不高兴。他脑子坏掉般跑去告诉他，我很行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他说行，那就先成亲吧。他们在简陋的茅草屋里拜天地，那晚他被他折腾哭了，什么好话都说，相公饶了我吧。鼻头红红的，染了一抹艳丽，竟有些憨憨的，怪可爱的。他内心突然暖流涌动，沉寂许久的心重新跳跃。但他一直很清醒，他早晚得离开的。直到那天，他出去打探消息，很晚很晚才回家。他双手抱膝，努力睁着眼不睡。怎么还不睡？等你回家呀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像干枯已久的沙田，突然注入一股清泉，万物生长，抵过站在巅峰时的荣耀。他明白，其实他俩骨子里就怕碰触爱，因为一个从未被爱过，另一个曾经被爱过，再狠狠失去，破碎的心灵很难再感知或者分辨爱。而他比他醒悟的早，他爱他，他知道，但他不知道，爱一个人是成全他。他想报仇，他就帮他，而帮他那就必须回宫。他跟他说他恢复记忆了，要回宫。他也淡淡的，他有点心酸，他果然没把他放在心上。但在他还未做好万全部署前，他对他们母女俩越无视，他们越安全。直到他已谋划大半，才把那个老畜生引荐过来，把仇人亲自送到他面前。好人妻是老畜生从未更改过的癖好，而赵林熙一向洁身自好，连通房都未有。他在街上对着前妻大肆夸赞其手段了得，果然引起老畜生的兴趣。若不是用力忍着，傅丞相眼珠子粘在青雨身上那刻，他就想宰了他。越想越气，却忍不住趁着月黑风高做坏事。顾青雨也没拒绝，他这里才是他的销魂窟。他眉眼妩媚地看着他，宫里就没女的吗？他埋头苦干，谁都比不上你。身心满足后，回归现实。商商他不要了，他把性命都要豁出去。他不相信他，即使你对我有情，他日你站在人生巅峰时，你又能分几分精力给我？赵林熙，我不能靠帝王的宠爱过一辈子。他身心触动，他娘就是这样，与他父亲年少夫妻，
半路离心，落得个病死宫中的凄惨下场。他不想他也这样。他们的商商很聪明，面上是只乖乖猫，实质上是个不好惹的小豹子。若他想当帝王，他给他铺路；若他不想，一家三口隐居，他另选一个人当也行。只有他不做帝王了，他的青羽才能相信他。我不用说的，只用做的，你好好体会就行。不管在床上还是床下。顾青羽笑容潋滟地看着他，臭流氓，双手却轻轻揽着他。赵林熙，我爱你。我哭了。商商跟傅明珠嘲讽我爹那个恋爱脑子是做不了皇帝的，这王位还是得我来做。随他说去。我早已带着青羽乘船顺江而下，往后的日子都是我们的好日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